好，全球都瞩目今天的华为大件事，就是它的全景新品发布会，在今天的2点半举行。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张靓颖也在开场的时候特别唱了这一首《我的梦》，然后提到了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走过雨，走过风，往前冲，总有一天会站到你身边啊！人家就讲说，这暗指冲破了美国的魔爪。那大家也记得9月25号。就是孟晚舟这个回到中国大陆的这一天，所以他们选在这一天有非常具有历史性的一个意义哦。那他们也在这一天来发布他们的新品。那当然，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聚焦。刚刚在这个直播的现场哦，也看到了这个刘德华担任这一次的华为品牌大使哦。那他有讲说，在这一次这个信仰无限趋近的路上，他们总是选择那一些少有人行的这个道路哦。那也一次次站上那个人迹罕至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沿，也在潜移默化的用东方文化来影响着时代。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看一下这个华为。现在我们最新现场，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看好了。得到前所未有的体验，像玩手机一样操控大屏。我们希望我们的华为智慧屏不仅仅是电视，更是放到家里的超大屏手机。好，大家一定好奇啊，说我们屏幕大，怎么就叫超大屏手机呢？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带给大家的超级重磅的巨幕旗舰——华为智慧屏 V5 Pro。强悍的性能，创新的交互，开启了巨幕手机的新时代。一连串华为很多各式各样的新品哦，包含了穿戴装置，然后甚至是 V5 Pro， 以及呢这一次大家看到这个 Mate 60哦，都陆续的在这一场的发表会当中登场，等于是整个家族系列的7款新品全面的登场哦。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有非常多大陆的官媒哦，也都是同步正在播放啊，预估这个全中国大陆哦，甚至是全球加起来，可能有上亿人同步正在收看哦。那光是这预约要收看的人已经超过100万人次，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有人说7款啦，也有人说是8款哦，因为包含了原本就已经亮相这个智慧型手机哦、平板电脑、手表、耳机哦。那市场也在讲说，这次还会有这个据说有这个佩戴通话的这是相关的功能哦，所以很多人非常期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的直播呢，到目前下午的3点哦，现在人气非常的爆棚，还有华为的官网、商城、微博官方的一些管道哦，都在同步的这样直播，也创下了历史哦。那有100多家的媒体，光是这个清单列出来，从华为的官方网站到这个各大媒体优酷啊、这个微信啊、这些爱奇艺啊，全部通通都正在播放当中。所以大家很关注这一次的925华为是怎么样的一个强势的逆袭回归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华为现在对上了苹果，从晶片战到人才哦，美国的智库学者哈维佐定他讲说，美国通过了制裁，禁止了华为用最先进的晶片，但是呢，华为它克服困难之后有了5G 晶片，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在推动中国增加自给自足的能力哈。艰难之路唯勇者行哦，这个就是中国。那现在 iPhone 15对决 Mate 60 Pro 已经从这个战线哦，从这个购买端已经到招工这个阶段，都在抢人哦。你看到广东工厂上面已经在上演抢人大战哦，华为的中介出现在富士康的门口来抢人。根据招聘的讯息讲说，薪资开的比苹果还要来得高，而且学经历的要求也更高，但是给的待遇是更好的。所以招工的一些中介就讲说，学历证书拿了没有？跟我去这个东莞的华为工厂啊，马上回家拿这个证书，我直接开车就有车就送你去面试。那我们来讲，这个任正非就讲说，其实我们华为并没有要打倒美国，而是中国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他说世界上就有一个贾伯斯啊，中国有没有贾伯斯呢？应该是有的，有这么多聪明的小孩子都很厉害。中国也许不盛行造神哦，但是中国很会打一个团体战，不服输的一个精神哦。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亚运也等于华为的另外一大亮点。
在这个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啊，看到这个首次云上亚运哦，观众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在这个杭州亚运里面玩转呐、所以他们这个一站通的用户已经超过了1亿人哦，首次使用这种移动的支付互联的亚运一站通哦，所以很多境外人士来这边非常的惊艳呢，就说哎，我只要拿着这样子的一只手机哦，我什么事情通通都可以用这只手机来搞定，比方说乘坐地铁啊、消费啊，甚至查询这个资料啊，全部通通都可以用这一个手机串联起来。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亚运开幕会哦，人家也关注到说这个深圳企业队，现在这个亚运会会持续到10月8号哦，作为这个场馆还有其他形式的一些商业供应商哦，这些企业纷纷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当中，让大家感觉到说，哇，这个通信啊跟数据的服务非常的通畅无阻哦，所以这个涵盖的范围，华为包含了像是交通啊、传媒啊，还有政府啊这些6大行业21个重点的用户哦，37张重点网路，所以看起来非常绵密的一个网路，让大家体验到说，哇，华为这一个网路5G 甚至5.5G 的一个强大实力啊。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925发布会，事实上就是孟晚舟回中国的2周年了。是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叫做复仇成功了，对，王者荣归了，这个非常明显啊，就是当年他就回来了嘛，就讲了说，如果真的有所谓红，就是只有中国红。对，那时候就已经举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号角了。如果信念有颜色，那对就是中对，哇，国红。你背得比我好。是。其实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些产品，我不会很意外。我其实更重视的是孟晚舟9月20号那个演讲，那个已经过了哈。可是啊，今天这个只是他的第一阶段而已。他9月20号的演讲说，这个2023年就是 All Intelligence， 对不对？他之前是 All Cloud， 就云端化。他第一个10年是 All IP 嘛，第二个10年是全部云端化。那接下来的10年是全部都要人工智能啊。所以他揭示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的开始。讲了3句话，非常的精确啊。他说要让所有的对象连接起来，这个只是第一波，就是要让这个都是对象，7个产品、8个产品都一样，都是对象。平台。那第二个是要让所有的应用模型化，就是所有的应用，它未来都要用人工智能导入。那最后就是他的目标，让所有的决策都可以计算。所以为什么任正非会讲那句话嘛？说未来算力是所有科技的基础。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应该要深思华为后面那2句话所代表的意义了。所以你不要以为好像这是一个手机公司，你错了。对，华为不是一个手机公司啊，是手机对个人来讲，它是一个必要的平台。是，所以手机非常重要。可是华为要做的是手机加上智能车，加上你的家庭、企业，然后还有未来整个环境的数据化的系统，它要把它全部连起来，就是把我们带入它这个生态系。这个才是可怕的东西。就是未来它要把所有的应用都模型化，就要导入人工智能嘛。那未来你透过它的，比如说我们这边讲盘古大模型，你就可以算出每一个应用的。它可以帮你算到一个更简洁的方式啦，更有效的方式啊。那最后就是你所有的决策都可以计算，这很可怕这个远远超过我的智商可以想象的地步了。就未来，就是你不一定要智商高啊，可是你有你这么聪明，你的想象对都想象超过人那不得了。不是因为他用比较精准的语言表达出他的未来科技的世界嘛。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补充。就说对哦，这个太好了啊！简单讲就是说，你以后你也不用智商157了，你只要用它的平台，它就可以帮你算出比较好的决策。那你每一个应用领域，它可以帮你人工智能化，你就可以比较有效的生产。那现在这些只是它把这些平台都连接在一起，是。那未来就是物联、人联全部都连在一起。它要创造的是这样的一个未来科技的生态系统。这才是我觉得美国真的要研究的是这个东西了。只可惜我们台湾好像进不去这个生态系统。不可能的。我们来问一下我们台湾区代言人，
台湾区的代言人，台湾区的华为先生，他这都不知道已经变成代言人了。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今天苹果一定是痛苦不堪，而且不止苹果了，其实有很多，包括生产这个电视的公司，啊，各种手机的、平板的，他们绝对都痛苦不堪，啊，因为它是一个全领域、全方位的。我刚从大陆回来，大陆的网速啊，网域确实就是5G，而且已经到5.5左右。对。那他们即将要迈入6G，那他们是真正的5G以上，对，真正的啊，我再强调真正的啊，那是因为我在台湾的感受很特殊，他们是真正的啊，因为我两边都在做片子啊，那我在大陆也继续在录拍，然后继续在传输，我在台湾也录，我也传输，我台湾的传输我要等大概20-30分钟才能传一个7G 左右的影片上去，我在大陆几分钟内，不到5分钟。就传完了，速度是快啊。好，第二个呢，我想在台湾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当我们因为华为很明显的是站在使用者、消费者的角度去看所有的问题，那我们最在乎的第一个是速度，第二个是方便，啊，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移动的时候，我们一个是手机，当我可以的时候，像你看这辆一个小电脑就带出来了。有些人就把 iPad 都带出来了。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是在看电视，希望大荧幕的，我们可以靠在那里很轻松。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大荧幕的电视跟我们的手机如何连接？对，我如果说要用手机看大荧幕，我要做近摄，我还要进去里面做很多程序。可是未来的大荧幕的电视，它事实上就是手机。而且你一回来以后，你直接连接的是，它是以0.0000几秒来计算，那所以它还是速度。其实万物都讲求速度，就是唯快不破嘛，唯快不破，速度快到，所以你一回来以后，你的手机已经就是电视了，所以当你在手机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电视上看了。你想看什么片，你要用透过手机做任何网络上的东西，你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得到，那不是就连接了吗？好，那它所谓的万物互联是。你在家里面的所有的智能设备完全可以用一个手机来控制。你在办公室你可以用手机，你在车子里面可以用手机，你在工厂里面可以用手机。你想想看，帮所有的人都解决了。我觉得最后一个，我个人是讲，美国人不了解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老祖宗很早以前就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特性，特别告诫我们几句话。他是告诫我们，但是也把我们的中国人的特质表现出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越打压、越忧患、越痛苦，我们中国人越会争气。我们过舒服日子了以后，我们反而可能面对那个衰亡。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不要死于安乐啊。对。但是外国人的打压就让我们再胜。所以我觉得压不住我们的啦。好，袁老师。我讲几个重要的观念哈，因为我也是刚从大陆回来不久了，所以说我遇到一个华为这个系统的专家，刚刚郑亮讲的情况下，他跟我讲的重要的一个观念是说，第一，手机不是重点，对。第二个的话呢，新能源车也不是重点，赔钱赚钱其实也不是重点。那剩下的发布的话，各式产品的话呢，基本上也不是重点，因为华为未来呀，它要做的事情是要产生整个所谓的生态系统，讲得不清楚，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说你的运算能力，就是说你的人工智能。我举一个早上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出门的时候忘了带这个忘那个的话，那你在那个产品当中的话呢，它会叫你依赖它的整个系统当中，会解释到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事，你要做什么，各个大小小，或者你在睡觉的时候你需要安排什么东西，让你整个家庭，甚至于包含你吃衣住行、吃喝玩乐，它都帮你提供很明确的一种说明，这个才叫真正的生态环境。我觉得华为本身是要创造全世界人一个新的一个透过这种科技所连接一个生活的环境，它要卖的是这个系统了，它要卖的是这个系统。其他的话呢，你买它手机什么这些东西的话，以原则上来讲，它的东西也都不便宜。但是你一旦加入华为手机，我这一次在大陆参加一个活动，抽奖抽中一个华为手表，后来我没有带，他说因为你没有用华为手
机，你也没有用华为的那个笔记型电脑，你带回去就没用啊。没有的话，我就换了一个电锅了。这个饭还是要吃的。换了电锅，换了个电锅，换了一个电锅以后，他也说你再回台湾的话也不能用了，那个电不一样。后来我就想说，问他能不能折现，他说当然，他抽奖不能折现。我后来还是解决了，解决了。然后我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华为现在，当然我平常这个人很小气的。这个第二点我要强调的是，华为今天的发布会里面这个，我刚刚看了很久，余承东发布他们8项产品当中，这只是一个刚开始而已啦。请大家稍微记住，华为今天的余承东讲的遥遥领先的话是鼓励自己的话了。今天华为的科技相较于美国而言的话呢，没有遥遥领先，但是关键是总有一天会遥遥领先的。它是基本上把科技的发展灌注在民族主义的这种恢宏的力量子，所以我们刚刚岳谦讲的非常对啊，都动不动都扯到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你不靠这个，今天华为没办法生存的啦，对不对？所以说那个阿亮讲到这个华为的餐厅里面，讲到那个16岁的青年的时候，每次听到他一讲话我都哭啊，正常讲话我都没感动过，但这句话他讲的故事我很感动啊。然后第3个重点的话呢，我要强调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话。这个整个华为当中的话呢，在大陆这个发展当中，这次的整个亚运当中出现的一个成果，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如果你有刚看它的开幕典礼的话，就会发觉大陆借着亚运来展示自己的科技成果的用意超过这个运动会。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会赔钱办运动会了。其他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在打压的非常严重，所以说我是在强调这个观念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这一回亚运呢，其实习近平也透露出来有意要来访问韩国这个消息哦，所以他们现在是有意要跟他跟韩德洙碰面之后呢，有讲到说考虑访韩，然后他讲到中方愿意努力推动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哦，认真的考虑访韩。那事实上呢，其实习近平访韩这件事情哦，韩国方面已经邀请了很多回啦。我们看韩国的总统办公室讲说，习近平将访韩，也会启动外交的管道与中方来正式协商。韩联社提到，这个尹锡悦其实就职以来已经3次公开的表达期待习近平的来访哦。光是去年的11月15号，这个习近平在G20的时候跟尹锡悦首次会谈的时候就表示哦，待新冠疫情稳定之后就会应邀访韩。那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中方跟韩国的确现在有这个走近的迹象哦。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美国一直拉着日韩想要好像对抗中国大陆，那对于日本来说，可能不论是官方或是民间哦，都比较稍微亲美一点。但是韩国的角色好像不太一样。韩国的话，官方尹锡悦是比较亲美，但是呢，他们在民间来说的话，好像对于美国的反弹是比较大的。每次讲到了这个驻韩的美军哦，其实很多韩国民众啊，他们是那种民族性很强烈，而觉得美国怎么可以在这个韩国的土地上面哦，还有享有不同的这个法律的待遇哦，所以他们其实跟美国的摩擦是挺多的。那我们看看这个习近平他讲说，分析可能会指这个双边的关系产生一些转机哦，因为呢，他这样子，韩国在年内会促成习近平访韩的可能性，目前看起来是不高啊。但是年底举行的韩中日的峰会哦，可能会成为这个协商习近平访韩的一个最佳的时机点。所以，习近平跟韩国现在拉近距离，是不是也有一些战略性的一个用意呢？那再来，我们看看拜登在太平洋岛国，感觉上面也遇到了外交的挫败，连太平洋岛国都不甩拜登了吗？因为拜登之前才放过人家鸽子哦，那现在要主持太平洋岛国会议，白宫发言人尚皮也讲说，他要利用这次的峰会来强化跟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关系，那就说要如何面对这个复杂的全球挑战，那将跟这个库克群岛啊、纽爱啊来进行建交啊，包含透过了一些基础的建设的经费，还有一些海底电缆来连接当地的网际网络哦。可是你看，所罗门总理哦，就直接讲说我不出席，马上就是给他一个这个钉子碰啊。连万纳度的领袖也说不参加，那白宫只好说表示很失望哦。那也代表说美国的魅力外交看起来又是经历到一次挫败。那所罗门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他说其实呢，跟
北京的合作更少限制，而且回应更积极，更符合国家需求。所以现在在中美之间，看起来这个所罗门是更倾向跟中国大陆的走近哦。那我们看《先驱报》讲说，中国大陆在这个地区发挥的影响力哦，可能也在这次的峰会发挥了作用。所以很多的国家是表态不参加这个美国跟太平洋的岛国峰会哦。那我们看另外的很有意思的是，拜登跟川普的民调啊，现在要决战2024嘛，结果竟然支持度哦，华邮做出来的民调吓大一跳，拜登只有42%哦，川普是52%哦，竟然差了10个百分点啊，差了那么大，连华邮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啦。华邮讲说有可能异常啊，他说我们自己也重新在这检阅了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民调，怎么会跟其他人差那么多呢？你看其他人可能好像大概都是可能几个百分点之内的哦，但怎么会差到10个百分点？他说可能结果是异常，但是明明是异常，他还是公布了，所以到底是反映出怎么样呢？是美国人现在对于拜登政府的一个不信任感吗？根据 ABC 跟华邮最新的民调显示哦，有44%的美国人觉得说，拜登你当总统之后，我们的财务状况变得更糟了，而且这两家媒体是。等于说1986年以来对所有总统进行民调当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一次，就是说有最高比例的人认为自己现在财务状况越变越差，就是在拜登的任内哦。那我们看看现在美国的经济真的很惨，多重灾难同时爆开来，包含了现在这个大罢工哦，就是汽车工人大罢工已经进行到了第9天，而且美联储也传出来要裁员300人哦，这是13年来的首次哦，所以看起来这整体美国自己的经济状况真的恐怕也会成为绊倒拜登的一大关键了。我们来问一下亮哥，这个拜登在今年访韩，如果有机会，那一定是 APEC 之后其实时间非常赶那因为有一个议题本来中日韩是要谈就是 FTA 可是这个议题大概被搁置了有一阵子了那一开始是因为韩国不愿意因为韩国不想跟日本有 FTA，那韩国就认为说他跟中国已经有 FTA 了嘛，然后又参加了 RCEP 嘛那可是中日韩 FTA 指向的是类似 CPTPP 那种高度的就可能是95% 高度开放的这个 FTA 实际上对台湾非常不利非常不利可是事实上中国跟日本都有意愿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的议题啦这尹锡悦的萨德飞弹还要不要搞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看到了一些迹象，就是福岛核污水这个议题事实上尹锡悦跟岸田的民调都在下降，对，尤其是岸田的民调现在已经跌到25是。那日本首相如果民调低于30，一般定位为治理瘫痪。所以岸田现在是相当麻烦的一个处境那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月底又要再排放一次了因为他就是只能黑到底这样嘛可是黑到底他也不知道怎么办那尹锡悦的民调是跌到31.4而且我们知道这几个月来韩国的经济是非常差啦那就是当然有一些产业外国订单变少，还有很多是被陆气打败了，说实在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判断韩国也会有一些需求啦就是事实上搞不好福岛污水韩国是一个破口就是因为他比较有机会跟岸田说上话不然现在中日就硬杠上对那这个也许是一些考虑的因素啦不过因为尹锡悦实在是有够亲美，他那个脑袋发烧，我们有时候也不太能了解他吃错药，对，就是他去美国，还有 American Pie 可唱那不知道到中国，最好去问一下那个朴槿惠的经验因为朴槿惠会中文那他们同属保守阵营嘛朴槿惠跟中国关系就处理得非常好虽然他也是比较亲美的啦可是没有尹锡悦这么亲美啦对所以我觉得朴槿惠应该可以给他一点参考啦那川普民调大赢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就是你拜登怎么会把国家搞成这样
事实上，最近皮尤那个机构 PEW 啊，他做了有关美国政治的老百姓的一个民意调查，那里面大家最常用的字就是精疲力尽，exhausted， 大概有60几%。那第二个叫做 angry， 感到愤怒，都没好词，就是这2个词啊。没有 disappointed。没，他们也用这个词，那个 exhausted 更严重。对，不是，我是说结论的。好，赖老师，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释放出讯息，就是说愿意认真的思考去韩国的访问这个时机是最好的时机要直接破这个美国所一手努力打造起来的美日韩的三角军事同盟。美国它是从安全的角度出发，那么它要建立一个军事的坚固的联盟关系，然后来有利于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存在，包括这个萨德系统那么要启动，而且可能它的功率还要更大等等，这个当然会威胁到中国大陆的安全。那可是对于朝鲜、对俄罗斯也都同样的构成了安全上的威胁。你也看到美国为了要达成它的目的，那他必须要去打掉这个日韩之间的历史上的矛盾。刚好韩国的这个总统是最没有历史包袱的，那没有历史包袱是修饰词意思也就是说最不在乎他的过去的人民对，数典忘祖的人应该是这样讲那一个没有任何历史包袱，也就是说日本人怎么欺负韩国人他都不在乎，怎么杀戮韩国人他也不在乎，怎么强奸韩国女生他也不在乎，那怎么样对于韩国人过去的人所受的苦难他都不在乎的这个总统，这了不起这也很特殊也很特别，对于美国拜登来讲机不可失。而且他知道这个人从美从到骨髓里面去，因此呢他给尹锡悦最高规格的待遇，邀请到白宫来做客，让他到大卫营去度假。然后刚好日本的这个岸田文雄也是从美从到骨头里面这个是历史上给拜登最好的机会，把这2个人就拉在一起了。那拉在一起了以后，你看这个美日韩的三角同盟就搭构起来，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给韩国带来最大的危险，因为金正恩跟到俄国去访问了，这一访问不得了。我们估计金正恩可以满足俄罗斯所需要的地面的武器，所以乌克兰的战场会产生急速的变化，我的估计。然后俄罗斯可以提供满足这个金正恩所有能够去对于美国、日本、韩国构成最严重杀害的这种核战术导弹的武器。那这个基本上是防不胜防。那韩国很明显的知道它的安全上受到极大的危险，可是问题是安全上从美国那边没有办法得到，可是却给韩国带来最大的威胁，然后接着经济上完全没有获得，那你说尹锡悦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他需要中国，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时候去韩国的时候就会直接破美日韩的军事同盟。那如果没有谈好之前，习近平就不会到韩国去访问。好，苑老师，我跟你讲时间不多了，我只讲美国为什么必然死于忧患的美国现在这个结果这个问卷的调查结果你要了解拜登是连任的，我们都知道连任总统他掌有非常多的优势对不对？大大小小所有的官员都他任命的，结果居然差了10个百分点。我认为《华盛顿邮报》可能是做错了因为这个我就不相信这个民调怎么会差成这个样子。如果差成这样子的话，大家要了解，准备做好这个川普要回来的这个准备这个基本上是不按牌理出牌我觉得泽连斯基他这个忧患意识应该是加强很多我讲美国这个忧患4大隐忧跟他的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是跑不掉。第一个，他那个汽车工人大罢工态度非常坚决而且要求是加薪40%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 CEO 加钱40%。CEO 加薪水，我们也要跟 CEO 一样。我跟你讲，这个不是民主制度，这是共产社会
大家都是要一样。那美国变成共产社会这种搞法，那非常严重，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因为美国本身来讲很困难，制造业回笼，这个样子什么最垮了，因为它占了美国的 GDP 3%呢。CEO 的薪水对不对？工人的薪水不管怎么样，反正就荒唐。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学生贷款占了他们国家亲近8%。你要知道，美国最有名的事情就是学费贵。对所有美国人也知道，如果你没有受到美国大学教育，像我们耶鲁大学这种教育的话，你就完蛋了。但是你所有祖宗赚的钱都没有办法支持你读耶鲁4年。我必须强调讲，就贵到这个样子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贷款的话呢，感觉现在学生构成一股力量，变成美国民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说，你如果不让我们豁免，我们就不投你。好了，就搞成这个样子，互相威胁，大家就这。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会稍后加入我们。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蓝白合是不是有一些迹象因为这个柯文哲有讲说，现在我们是不是政治立场不同，就要面对到被查水表，所以2024必须要夺回这些民主自由。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台湾变得好像有一种白色恐怖哪怕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戒严时期，可是呢，你只要批评政府政策马上红帽子扣过来，就说你是中共同路人，甚至呢，你上网发表一些想法的时候，你都要做好一些被网军攻击的心理准备你心脏要够大颗你心脏要够强甚至你要经得住你的家人可能通通都会被起底肉搜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他说2024是台湾改变扭曲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关键。那我们现在的确看到一些蓝白合的迹象今天立法院的新会期这个委员会召委的选举民进党拿下了8席，国民党拿下7席，民众党拿下1席过去呢是这个绿白合，但是现在已经转变为蓝白合，所以现在是分庭抗礼各拿8席，就是蓝白加起来8席对抗绿营的8席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前新潮流的大佬洪启昌就讲说赖清德要注意蓝白合真的来了哟。如果侯友宜跟柯文哲这样子配的话，那民进党2024就危险了，因为现在看起来蓝白合的整合态势已经出现了应该会以蓝营为主体，民进党的选情恐怕会有危机。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洪启昌到底是说真说假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叠对叠的状态搞不好他们肆无忌惮躺着选只是故意要讲说要小心要注意故意放一点认知作战或者是假讯息，假装很紧张，那也有可能是真的很紧张，现在真的是说不清楚猜不透。那总之呢，蓝白合当然是这个现在在野阵营真的希望能够整合起来。那我们来反观一下，为什么蓝白一定要合呢？就是因为现在烟硝味很重台海非常紧张，连军警都压力山大在这个湖口营区这个开放这个空军幻象2000冲场阿帕奇的展示有超过11万民众去到现场，大家看一下，当然展现一下这个可能军方的这个强大的活力结果没想到这个远警跟军方人员竟然这个有一点好像压力太大了，竟然还出现了互骂互呛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把视频做好就好，大家都在吃饱来闲的，你怎么样？直接打一波。公然侮辱！要出手，协调，要出手。我相信对，因为现在不论是军警或者是这个消防人员，大家人全民皆兵所以每个人都是要上战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存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大家在注目的就是解放军在大城湾这边的演训。孙立方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发言人讲说，这个国军24号晨间，然后侦获了解放军的这个基建以及地面的部队在东山大城湾这边来执行相关的演训所以我们也是提高警觉，就说好像有一些这个很频繁的这样的一个演训出现所以现在其实这种军事消息非常的频繁的出现那我们看这个吴钊燮，他也接受了法国的电视台，谈到了明日之战他说台湾会努力备战，如果中国开战的话将会付出代价乌克兰人启发了台湾那我们真的也要多启发一些来自乌克兰的经验。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现在乌克兰很希望争取到美国新一波的这一
个240亿左右的一个军援哦。结果拜登跟这个泽伦斯基哦，在网络上面有传一张照片，就是说泽伦斯基在旁边站着，然后拜登坐在桌上在那边签字。拿到的是多少钱呢？3.25亿美元。人家想说啊，这就是大国对待乌克兰的一个态势啊！你要5毛给不到1块，然后呢，现在你看到有30名共和党参众议员表达了反对立场，还要求白宫要解释钱的流向跟用途。那去到了加拿大杜鲁道说，好了，那3年援助你155亿哦。乌克兰这场战争能不能撑3年都不知道，但是。反正现在就是就能帮助都是好事啦。那再来波兰呢？我们也知道，在去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波兰好像也是那种情义相挺啊，挺这个乌克兰到底哦。但是这个友谊的小船现在看起来说翻就翻哦。现在波兰不再军援乌克兰，两国的关系也逐渐紧张哦。甚至泽伦斯基去到波兰哦。颁奖典礼的时候没有官员到场，所以这个战争久了，可能大家的耐心哦，或者是这个支持度哦，都逐渐在下降。会不会也变成了未来的台湾呢？就是我们台湾必须也真的要启发一下哦，从乌克兰来得到一些启发。那现在美国自己有点自顾不暇，美军 F-35的战机有73%的零附件哦，放不下，只能送回原厂维修。那他们讲说，现在维修的任务日益困难哦。根据他们的国会调查报告说，美国的海军、空军、陆战队只有55%的 F-35的战机有能力执行任务，现在是远低于他们原本的要求是85%到90%哦。所以现在大概只剩一半左右啊。那截至3月底哦，有73%的 F-35的战机零件。都必须得要送回原来的生产的厂商处，造成现在整个维修战机的时间拉长哦，已经累积到1万个这个零附件需要维修了，所以他们美国自己可能自己都忙不过来啊。那日本的媒体日经亚洲讲到说，现在在菲律宾东部又增加了这个军事的基地，从原本的5个增加到9个，可以提供给美国来使用。联合早报讲说，这其中5个呢是面向台湾的吕宋岛啊，然后2个是面向南沙群岛的西部巴拉望岛，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菲国跟美国军事的联盟越走越紧密。但是呢，福建舰也有新的动态，大陆最新的这个福建舰哦，甲板上面划线这个烟囱冒烟哦。人家讲说，可能是最近要开始进行首次的海试哦，在这个舰上拍到的这个烟囱冒烟，可能是在进行一个动力系统的测试，有3条电磁弹射的轨道施工棚已经全部的拆除哦，所以甲板划线也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报道当中就讲说，这个航母呢，可能意味着未来这个全球战略的格局要出现重大的转变了。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乌克兰啊，事实上最近的美国媒体了啊，就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台湾人担心美国会抛弃乌克兰。台湾人担心美国，对他就写了这篇文章。那个作者的立场是，美国一定要捍卫乌克兰到底啊。那不然他就说，不只是台湾啦，还有亚洲的一些盟友都会被美国力挺乌克兰，就力挺盟友的程度会开始失望啊，或者不信任啊。可是这个不是你主观要不要挺乌克兰的问题啊，是我们叫久病无孝子啊，久战无盟友啊，这个很现实啊。比如说泽连斯基这次去美国啊，他就跟麦卡锡讲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在国会再演讲一次？因为他知道众议院对240亿美元的军援是有意见的，麦卡锡第一时间就拒绝，他不让他到国会演讲啊。那麦卡锡跟他讲什么？他说我们很忙啊，说9月30号那个预算还没过啊，现在有12个拨款法案卡住了嘛。那美国这个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就是完全都泛政治化了啦，现在就是协商不出来啊。连这个麦卡锡试图让国防拨款法案，这只是12项拨款法案中的其中一项啊，叫国防拨款法案。他说可不可以减短那个辩论时间啊？连这样的一个程序调整都没过，你就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哦。所以我觉得美国事实上越来越多人是蛮悲观的，就是说美国真的还能够无限的来挺乌克兰到底吗？
而且乌克兰事实上，美国有一个研究战争最有名的单位叫 ISW 啊，战争研究所那个机构啊，他都已经把图画出来了。他说乌克兰就是显示出他要攻破俄罗斯长达1000多公里的那个防御纵深所做的那个3条防御防线，做不到啊。所以你顶多就可以炸一炸，可是并没有部队往前推的能力了。所以拜登啊，前天就说啊，那我答应你一个东西好了。这个赖老师应该会比我熟啦，就是美国的那个陆军战术飞弹，那个 ATACMS 啊，那大概可以射300公里。可是问题是，那个只是让乌克兰可以打到俄罗斯占领区啊，并不表示你的部队可以前进啊。对啊，而且波兰最近不是跟乌克兰也闹翻了，所以以后我只给你我仓库里的武器，现代的武器我不能给你，所以人家会理解为波兰可能不给他 F-16。因为那个是现代武器。对，波兰后面还加一句话，波兰说：“我要为波兰而战啊，不能再为乌克兰而战啊。”所以他大概自己也感受到波兰的危险，因为白俄罗斯就在你旁边啊。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从这里看哦，坦白讲，你说美国到底会不会支持乌克兰？他嘴巴都会说 yes 啊。那可是这个要靠实际的资源啊来力挺到底嘛。那我觉得目前的氛围就是，泽连斯基这次自己一定非常有感觉。他去美国的白宫跟这个国会，还有美国的整个媒体，有没有认真讨论他来美国？基本上都没有。所以川普才会讲那句话，他说：“泽连斯基啊，你要去注意啊，美国媒体已经没有在关心你了。对啊，你要想办法拿出方案啊，大概是这意思啊。”好，赖老师。我顺着郑亮谈乌克兰的问题再往下走哈，因为吴钊燮的发言显然是有点外行啊，你也可以说他的水平不够，他应该要恢复他没有当官之前的水平啊。为什么会这么说？首先，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的战争一爆发的时候，那乌克兰马上爆发出一个就是大规模的人潮往外跑，跑了大概800多万人。对。那乌克兰的人口数跟台湾是差不多的，一口气先跑了800多万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有钱人、企业家跟政客，就是很多议员、地方的首长等等啊。那当然，我们再强调，有钱人、有能力的人，第一波先跑掉800多万人。第二个呢，乌克兰跟欧洲的大陆包括跟波兰等，他们是有边界的，是直接可以接壤的。所以乌克兰的东西可以运得出去，而且它所需要的东西可以运进来。那因此乌克兰还维持足够的，可是台湾不是，台湾是一个海岛。那基本上来讲，如果两岸爆发冲突之后，台湾的东西运不出去，外国的东西运不来，对啊，因为港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运载了，一定是被攻击的一个对象。所以外国的所有的民间的船绝对不敢进交战区，台湾的船也出不去了，这是跟我们跟乌克兰是绝对的不一样。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冲突中，乌克兰本身由于国土面积很大很大很大，台湾很小很小很小，再强调啊，所以乌克兰的战争区只有在乌东这个地区，而且还不只是乌东的整片地区，还是乌东的大概1/2左右的地区。而乌克兰本身失去的领土，在第一时间，在第一个月就失去了12万平方公里多，而台湾全岛只有3万6千平方公里。因此，战争对于台湾来讲是全面性的，对乌克兰是局部性的。而乌克兰在第一时间就失去了12万平方公里，而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军队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再强调，台湾才3万平方公里，俄罗斯3万6千平方公里，而乌克兰第一时间就失去了12万平方公里。台湾是全面性的战争，而乌克兰只不过是一个局部性的战争，所以麻烦吴钊燮有一点水平，你的国际政治的水平没有那么低，你是故意把自己降得这么低，只因为你当官了。好，一旦讲到当官，我们就看到了。民进党目前来讲，已经碰到我们整个台湾的民众
不能够接受的红线了。如果还有1450，如果还有一些年轻人支持民进党，那你们等于是完全不要自己的良心了，你们把整个良心都喂给狗吃了。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会讲这么重？各位想想，目前来讲，你绿色恐怖是已经到了我们的底线，只要跟你意见不一样的，就这样无情的打压、喂子弹。是，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底线了。如果还有1450的是站在民进党这边来讲话的话，他们简直是没有良心了。赖清德过去是1450的受害者，对，他成为候选人之后，他应该站在受害的人的角度，他不能够成为加害者的帮凶。我觉得赖清德要有一点良心，有一点血性。说你1450，你停止吧，你不可以再这样做。他应该要站出来阻止1450继续作恶。叶老师，这个台海紧张讲的是战争啊，在战争的面前，应该对军人很尊重啊。结果我们这边湖口营区，这个侦察队队长就敢辱骂军人啊，混蛋！然后军人回呛，公然侮辱。你这是准备打仗的样子吗？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国家处境上困难的时候，要靠军人，军人要获得格外多的尊重。这个说明啊，这个吴钊燮根本就是胡扯八道。我们这边的军人呢，根本都不受尊重。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还在里头。连一个侦察队长，然后开放营区让你去看飞机，11万人涌入，还敢大骂军人混蛋，军人还反骂啊！换而言之，真的都是在儿戏了。吴钊燮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了解实际的发生。《华尔街日报》啊，里面那个 Jones 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刚刚郑亮在提到的Seth Jones， 哎，就是说是他蛮有名的。他意思是说，我告诉你啊，我读了这篇报道以后，我一点都不惊讶。我问大家，有明白了解的人，哪一个人会相信乌克兰会打败俄罗斯啊？哪一个人会相信？会相信俄罗斯会被整个乌克兰征服？中国会跟这个乌克兰交界，西伯利亚会变成乌克兰的？没有人这样子想啦。乌克兰本身的话呢，基本上的话，这个泽伦斯基他是演戏出身的啦，号称戏子啦，很会作秀啦，对不对？但是他这一次碰到的流氓啊，那个麦卡锡，查他的背景的话呢，他本身来讲就很厉害啦，就是说是讲明了，因为美国的利益是他们是一个选举的国家，马上选举就到了，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再不解决，所以说 Jones 写的这篇文章里面强调说，乌克兰答应的事情，说什么春季攻势，夏季也没做到，秋季也快结束了，现在马上进入冬季，不可能发动攻势了。他认为乌克兰的情况不可能拖到2024。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的征兆所制造出来的感觉，就是昨天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他说了一句非常明显的话，他说如果俄乌之间的冲突乌克兰战胜的话，我们北约才能够腾得出手来对付中国了。如果乌克兰战败的话，那就不可能了。以前的话呢，就是布里辛斯基啊，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他说过，就是美国最大的噩梦就是俄罗斯、中国还有伊朗3个联合在一起。对啊，那个发生的情况，现在这个噩梦已经发生了。所以我必须强调，中国实在走运了，因为原来西方国家或者美国国家要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实力来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但是现在乌克兰在这个演戏的情况下，制造出的感觉，现在快到20个月了，里面所出现的一个结果非常清楚，就是大家对于乌克兰都不看好，尤其是波兰跟他反目成仇啊。那个波兰那个总理叫杜达，杜达根本就是泽伦斯基讲，就是几乎用骂人的话来对待他。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小命能不能够保得住都是问题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